今天我像往常一样，打算去街角那家熟悉的全联福利中心买点东西，可一进门就感觉不对劲。往常这个点应该是阿姨们抢特价菜，上班族赶着买晚餐材料的热闹场面，可现在呢，货架之间空荡荡的，走道上没几个人，那种冷清的感觉让我心里直犯嘀咕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回到家一刷手机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最近社群上正疯传一个词，叫断联行动，意思就是要和全联这家超市巨头断绝来往。这可真是稀奇了，全联不是一直被称为咱们老百姓的庶民之光吗？怎么一夜之间好像就成了全民公敌？今天呢，德昌在咱们健康永驻这个频道，就想和大家伙坐下来好好聊聊，这场抵制风潮到底是怎么刮起来的？它背后藏着哪些积压已久的不满？而全联这回又要面对怎样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？说起这事，还得从今年下半年那一连串跟商量好了似的争议事件讲起。他们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，一下子就把这家零售龙头推到了火山口上。首先敲响警钟的是关乎咱们钱包的支付安全问题。就在去年11月初，有位网友在网上爆料，说自己用全联自家的全支付付款时，银行账户突然被刷走了好几笔不明不白的钱，加起来损失了好几万。这帖子一出，可算是炸了锅，越来越多的人跳出来说遇到了同样的事。有人是收到了看起来像全联官方发的邮件，里头有个链接让更新 APP， 一点进去，绑定账户里的钱就被洗劫一空。你想想看，全支付用户有600多万本来是图个方便攒点数、享优惠的工具，一下子成了资金安全的噩梦，这谁受得了？更让人心凉的是，事情刚爆出来的时候，全联那边的反应总让人觉得慢半拍，除了说会配合调查，对怎么安抚受害的顾客、怎么弥补损失，话说的并不清楚。这一下，很多老会员心里都打起了鼓，我连把钱放你这儿都不放心了，还怎么敢放心买东西？其实这场支付风波早有苗头。去年8月，全联不是把大润发给彻底并进来了吗？所有门市都改名叫大全联，那阵势可大了。可也就是在那时候，他宣布了一件让很多顾客不爽的事，店里不再支持像 Line Pay、街口支付这些咱们用惯了的第三方支付了，想方便结账，那就得下载他家的全支付 APP， 还得绑定银行卡，这明摆着是想把大家都捐进他自己的数字生态里。可对顾客来说，感觉就像被绑架了，没了选择权。结果呢，刚把别的支付工具赶走，自家的全支付就在11月闹出这么大的安全疑云，这让很多本来就不情愿用的顾客彻底火了。早就觉得不方便，现在还真出事了，我干嘛还留着它？干脆连全联也别去了。所以你看，这支付安全的问题，就像一根导火索，率先点燃了大家心里那把不满的火。这支付安全的火还没扑灭呢，另一颗重磅炸弹又砸了下来，这次直接关系到咱们的饭碗，食品安全。就在支付事件曝光的第2天，新闻里爆出了毒鸡蛋事件。去年11月初，彰化县卫生局查出一批鸡蛋里杀虫剂芬普尼的残留超标了3倍，而这批足足有15万颗的问题鸡蛋已经流到了市面上，全联正式销售的渠道之一。按照规定，一出事就得立刻下架，还得主动通知买到的顾客回来退货。可结果呢？高雄市卫生局在11月10号突击检查时发现，凤山有家全联门店下架是下架了，可根本没有积极去联系那些已经买了蛋的消费者。好多顾客都是自己看了新闻才知道手里拎的鸡蛋有问题，慌慌张张跑回去退。这种被动不把消费者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处理方式，立马引来了监管部门的开罚，罚金从6万起跳，最高能到2亿，可见事情有多严重。民以食为天，食品安全就是超市的生命线。全联过去靠着实在真便宜积攒起来的好名声，这次被狠狠地动摇了。大家不禁想起今年早些时候的另一件事，当时有消息说全联卖的冷冻鲷鱼片检出药物残留，全联火速下架，可后来证明是检测单位闹了乌龙，鱼根本没问题。虽然那是场误会，但也暴露了全联在应对食安危机时的手忙脚乱。这次的毒蛋事件
更是坐实了大家的担忧。你全联到底有没有一套靠谱的把顾客安全放在心上的应急机制？如果答案让人怀疑，那信任的基石可就又裂开了一大块。如果说资安和食安是两根沉重的稻草，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压垮骆驼的那根大木桩——价格诚信。其实从更早开始，网上就陆陆续续有消费者吐槽，说在全联买东西，像玩找茬游戏，货架上的标价和最后结账时刷出来的价格老是对不上。比如明明看见饮料标着特价67元，买单时却成了80块，进口饼干促销牌写59元，扫码出来是69元。更让人心里不舒服的是，那些买1送1、第2件5折的促销，有精明的顾客算过账，发现全联有时候会悄悄先把单价调高，再做所谓的优惠，算下来根本没便宜，甚至更贵。这对于精打细算过日子的家庭主妇和学生群体来说，感觉就像被最信任的朋友给骗了，那种背叛感特别强烈。除了价格，商品的其他标示也出过岔子。去年9月，就有媒体发现，有门店把明明是国产的马铃薯产地标签打成了中国。要知道，因为病虫害问题，大陆的马铃薯根本不允许进口到台湾，这标签错得离谱。全联事后说是店员疏忽，可类似的错误，像肉品重量标少、牛奶产地让人误解，可不是1、2回了。这些零零散散的抱怨，在去年11月全联处于风口浪尖时，被网友整理成了一份5大罪状清单，疯狂传播。其中标价不实这一条，对一直打着平价、最低价招牌的全联来说，杀伤力是核弹级别的。如果连最根本的价格标示都被认为有猫腻，那消费者还能相信你什么呢？咱们前面说的都是顾客这头看到的麻烦，可你知道吗？在咱们看不见的供货商那头，对全联的经营手法也是积怨已久。这里头最关键的就是全联采用的寄卖制。简单说，就是大部分商品不是全联先花钱从厂商那儿买断，而是让供应商把货摆到他的货架上卖，等卖出去了再结款。听起来全联没啥风险，挺灵活是吧？可实际上，库存压力、卖不出去、打折处理的损失，大部分都转嫁给了供应商。而且，商品想上全联的货架，厂商常常还得交上架费、物流费，如果销量不好，可能还要被罚款。很多中小厂商私下里叫苦连天，说跟全联做生意，货款回得慢，资金压力大，还得在各种促销活动中自己割肉让利，要是稍微不配合，可能就被踢出去了。全联靠着它巨大的规模，在谈判桌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，甚至被曝光用过最优惠条款，要求供应商给他的价格必须是所有渠道里最低的，这几乎就是垄断行为吗？公平交易委员会在之前就为此调查过全联，还开过罚单。所以啊，当这次消费者的抵制声浪起来时，不少供应商的心情很复杂。一方面，他们早就对全联的强势做法不满，可另一方面，全联又是他们最重要的销售渠道之一，全联要是倒了霉，他们也得跟着吃亏。这种又恨又怕的矛盾心理，正好说明当一家通路商大到一定程度，他一感冒，整个上下游生态链可能都得打喷嚏。说完了对外和对合作伙伴，咱们再看看全联对内的员工怎么样。零售业本来就是劳动密集型行业，全联的门店越开越多，但关于人手不足、员工超负荷工作的抱怨就从来没停过。尤其是物流、生鲜处理和门店调度这些岗位，有员工匿名说，每天干活10几个小时是常事，累到做梦都在补货。这话可能有点夸张，但绝对不是空穴来风。咱们把时间往回拨，早在2017年，台中就发生过一件让人痛心的事。一位姓罗的女士在全联工作了10年，在劳动节当天，她在门店里忙碌时，突然颅内出血倒下，7天后不幸去世。她的家人质疑，这就是长期过劳导致的悲剧，要求全联给个说法。一开始，官方调查因为缺少完整的加班记录，没能认定是职业过劳，但家属一直不放弃。在罗女士头七那天，家属在她生前工作的门店前摆了棺木，撒了纸钱，控诉全联是血汗公司。面对这么激烈的场面，当时全联派出的公关主管却因为拒绝向灵前献花，
被大家指责没诚意，匆匆说了几句官方表态就离开了。这个冷漠的态度在当时引发了很大的批评，也给全联的企业形象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。虽然后来全联也说在改善劳动条件，比如调薪、加人、轮休，可很多一线员工和工会的反馈依然是人永远不够用。每到过年过节的大促销，全联员工累到虚脱是公开的秘密，而起薪在零售行业里也谈不上多有竞争力。有些离职员工在网上爆料说全联的便宜是拿员工的命换来的，这些话虽然没法一一证实，但在抵制声浪高涨的当下，全都被重新翻了出来，成了大家抵制全联的又一个重要理由。现在的消费者，尤其是年轻人，价值观不一样了，大家会觉得，如果一个企业对自己的员工都很苛刻，那我为什么还要花钱去支持他？这种基于道德评判的抵制，让全联面临的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挑战，更是对企业良心的拷问。我们把上面所有这些事，支付不安全、食品有问题、价格玩套路、压榨供应商、对待员工冷漠，统统放在一起看，为什么偏偏在全联身上能引发这么大规模的反弹？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它实在太大了，大到我们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它。回顾全联的发展史，它从几十家小店起家，靠省钱理念一步步扩张，通过并购松青，吃下大润发，如今在全台有了超过1000家门店，成了超市行业绝对的巨无霸。在很多乡镇，它甚至是唯一像样的大型杂货采购点。它用福利卡积累了我们海量的消费数据，用全联先生那样接地气的广告，把自己打造成了朴实持家的代言人。省钱就是力量，这句口号几乎刻进了一代人的记忆里。可有时候站得越高，摔得就越重。当全联享受着规模带来的垄断性便利和利润时，大家自然而然会对他有更高的道德期望。一旦他的行为和自己塑造的老实人形象对不上号，那种失望和反弹就会来得格外猛烈。当他变得几乎无可替代时，我们的感情就变得复杂了，从又爱又恨变成了又怕又恨。怕的是离开他可能买东西更贵更不方便，恨的是这种被迫的依赖感让人觉得被大公司拿捏得死死的。所以只要有一个火星蹦出来，积压已久的怨气就会像火药桶一样爆炸。而去年11月接二连三的事件正是那颗火星。那么这场所谓的断联行动到底是怎么全面爆开的呢？答案已经很清楚了，正是支付、食安、价格、供应商、劳工、垄断这些问题的层层叠加，让全联迎来了一场在社群时代堪称完美的风暴。关键的转折点就在去年11月上旬，当独蛋和支付盗刷的新闻热度正高时，一位匿名网友在一个新兴的社群平台上发了篇长文，细数全联新旧罪状，号召大家用新台币投票，拒绝在全联消费。他给这场抵制起了个名字，叫断联行动，既指断绝联系，又玩了全联英文名 PX Smart 的谐音梗。没想到这篇文章像野火一样蔓延，浏览量瞬间破100万，被疯狂转发，一下子断联行动成了网络热词，网友们纷纷响应。有人拍下家里冰箱，说清完这些全联货就不买了；有人跑去门店拍下空荡的走道照片，证明生意冷清。虽然也有人怀疑这些照片是挑人少的时候拍的，但不可否认，抵制已经从小范围的抱怨变成了一场网络上的集体行动。当然，也不是所有人都一边倒地反对。像咱们健康永驻的老朋友阿志就跟我说，他觉得全联的东西还是相对便宜，偶尔出问题也难免，不至于完全不去，劝大家别太情绪化。这也说明民意其实是有分歧的，并非铁板一块。面对来势汹汹的退卡潮和卸载 APP 的呼吁，全联官方这次的压力显然是空前的。通常企业遇到这种危机，要么火速道歉、整改、灭火，要么就冷处理，等风头过去。全联这次似乎选择了后一种，在抵制声量最高的那段时间，他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突然安静了不少，平时很活跃的小编也不怎么说话了。有人猜这是以静制动的公关策略，怕说多错多，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昏招。在网络时代，沉默往往意味着理亏或傲慢。
只会让谣言和负面情绪更加发酵。在大家都等着看他怎么回应的时候，这种低调回避到底对不对？现在看来确实要打个大问号。我们必须承认，在现在的网络环境里，很多时候情绪跑得比事实快，一旦形成了对某个品牌的负面印象，就算企业拿出数据来澄清，也很难立刻扭转大家的看法。全联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困境。哪怕有些指控后来被证明有误会，比如之前鲷鱼片的乌龙检验，但在群情激愤的当口，理性的声音很容易被淹没。如果全联只是一味的解释、否认，很可能被当成是狡辩和推卸责任。那他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有公关专家就建议，不妨学学其他有过类似危机的品牌，比如有的快餐品牌，在被顾客疯狂吐槽产品品质后，选择了最笨也最有效的一招。高层亲自站出来，连续几天在网络上公开回应每一条严厉的批评，诚恳道歉，承认不足，甚至用自嘲的方式拍视频承诺改进，最后反而把一场危机变成了挽回人心的机会。回过头看全联目前的应对，就显得比较保守了，主要就是在官网发了几篇声明，说已经加强了支付安全，正在推广电子价签等等。公司高层也在私下表达过，全联会继续努力提供平价商品，希望消费者给个机会的意思。但这些信息并没有用一种有温度、有创意、能直达年轻消费者内心的方式传递出来，所以效果自然有限。现在的消费者，特别是年轻人，不爱听大道理，他们要看到的是企业真诚的、看得见的改变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全联也不是完全躺着挨打，他确实也开始做一些实际的补救工作了。比如，他董事长林敏雄就下了命令，未来3年要花几十亿，把全台所有门市的纸质价签都换成电子的。这个改动如果能实现，好处很明显，一是能减少人工贴牌可能出的错，让货架价和结算价实时同步；二是调价，搞促销会更灵活。可是，也有网友一针见血的吐槽，价签是准了，可如果你促销前先把原价调高，那电子价签不还是骗人的工具吗？所以你看，大家关心的核心是价格策略本身公不公道，而不仅仅是标价这个技术环节。在支付安全方面，全联对用户的建议主要是换密码，多警惕，并强调系统本身没被黑，是用户遇到了钓鱼诈骗。但这个说法很多用户不买账，大家觉得既然是你大力推广自家支付工具，你就该负起更大的保护责任，不能出了事就把责任推到消费者不够警惕上。现在金融监管部门已经介入，全联未来很可能被要求对受害者进行补偿，并彻底升级安全机制，这才有可能一点点把信心找回来。在食品安全上，全联在毒蛋事件后也承诺要建立更完善的追溯和通知系统，比如一旦有问题商品，就通过会员资料直接通知到购买过的顾客。这个想法是好的，但关键是执行。下次如果再出事，它能不能真的做到快速、透明、负责任的处理，这才是我们所有人盯着看的重点。聊了这么多，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，这场轰轰烈烈的断联行动真的会让全联这家巨头一蹶不振吗？实话实说，短期内让它伤筋动骨是有可能的，但要说它就此完蛋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它庞大的门店网络、深入社区的布局，以及长期建立起来的评价认知，依然有着巨大的惯性。很多中老年顾客或者对网络声浪不那么敏感的人群，可能还是会因为习惯和便利性而继续走进去。但是这次危机无疑给全联，也给所有大企业敲响了一记沉重的警钟。在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，任何对消费者权益的轻视，对合作伙伴的压榨，对内部员工的冷漠，都会被记录、被放大、被串联起来。一家企业，尤其是已经拥有市场主导地位的企业，它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期待远比他自己想象的要重。全联的这场风波，本质上是一场信任赤字的总清算。他要想真正走出困境，需要的不是漂亮的公关话术，而是从骨子里的改变，真诚地尊重每一位顾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，敬畏食品安全这条红线，公平地对待上下游伙伴，切实地改善员工的劳动环境。
只有当他重新捡起那句实在真便宜里实在二字的分量，才有可能慢慢修复那已经出现裂痕的信任。而对我们消费者来说，这场断联行动的意义，也许不仅仅在于是否抵制某一家超市，更在于它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。在这个时代，每一个消费者的选择都拥有投票的力量，都在共同塑造着我们希望看到的商业环境。好了，今天德昌在健康永驻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不知道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，我们一起探讨。